我们就开始。好，我们这里呢调的墨色，其实这个墨色其实根本不用调，但是呢，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种就是胶墨加一点这个珠标。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就要想办法，干什么呢？就要把这个地方要稍微藏一下，不能让它这个瀑布太暴露，是吧？不能让它太暴露，怎么样能够让它藏起来呢？首先，第一，我们这里画一个这个。大家看，我这里画这么一棵树，由于这也是前景所以我们前面呢这一呢可以画一棵这个树，它跟整体来说的话，这一棵树它还是不会显得哇塞好怎么样哈。我们在画这个树的时候，一定是要这个树要延伸过来，把这个瀑布稍微挡一点要稍微挡一点。好，至于它下面怎么走，那是都无所谓了。你比如说下面，它肯定是这两棵树干会串到一起会长到一起，然后下面这是树干，是吧？下面这个树干，但是呢，你如果就这样子的话，还是显得这个树呢比较单薄一点还显得比较单薄一点。怎么办呢？那我们再斜着再来这么一只斜着再来这么一只，你看，稍微把它加一下以后。当然这一只的话就不要一下子串的跟它一样高，是吧？那就不行，矮它一半，大家看，基本上矮它一半，从这个地方。它就不要往上涨了就往两边涨。这边跟它衔接一下。也是画完以后，有些地方这种就是在画的时候就是要等着什么呢？我们就要等它染完以后，给它来一点颜色。比如说，我可以点一点这种墨点。
这个落点其实也是很重要哈，它就可以，它比较深，块面比较大，正好就可以，但是它不要点的太密，稍微稀稀拉拉有几个点，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瀑布，你看把这一块就挡了，让这一块就流出来，是吧？它就有一个虚实关系了，这边也是，有些地方你把它点的非常的密，有些地方呢，稍微用一两个点就可以过渡。就这样子画上一些这个点子，它这样子会感觉到，你会觉得这么一点，其实很多的树枝我都没去管它，让它空着，一下子它会很提神，这个提神它不管了，等它染完以后，倒是在中间给它点一点，但是我们每次染完了以后，中间就没有时间点，我要点还必须今天点，因为今天点了让它干一周，下次再烘染的时候呢，这个它就至少干了一周了。如果当天点了以后马上就去就容易怎么样呢？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干脆就今天把它点了等它稍微干一下我们现在画了这个以后，这些山上也是要再画一些这个树我们也是要画一点比较深的树。为什么要画一点比较深的树呢？如果你不画，它会显得太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跟它两个的话我有一些树把它挡一下的话，这会显得也很舒服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悬崖边上突然一块石头起来，这个时候最容易长什么？这种倒挂松，最容易找这种倒挂松。这个树就往下掉。把这里画的稍微密一点，好，把它画密一点，然后顶上这里来，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个地方要稍微浅一点这里要深一点，那我就从这里面。我从这里面把这个树枝画出来，这个墨色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比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呢要深，所以一下子它就又多了一个层次，是吧？又多一个层次，然后画了以后，这些树很简单，你看就拿着笔像写一字一样的，只是有点浮现，有点幅度。
人物观景还要上一坡，就位置是不是最佳？这个在瀑布的最前方看也是挺漂亮的，但是你要是上个坡去看不同的角度看瀑布啊，都有不同的景观。老师，这个画面上是在瀑布的正前方，我想应该是正前方的景色比较壮观。这个就说这个人物观景哈，它如果有这么好的平台，当然可以在这个，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当时只是为了给大家画水是吧？哎，然后后来是为了给大家干什么呢？画桥啊，画房子啊，后来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呢，并没有去想到我要去画一张完整的构图。我们都是根据这几样现成的这个条件去画的这张构图哈。有时候经常我们有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到去写生的时候，不是说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这个位置，那位置是自己找的哈，位置是自己找的。好，你看我把这里就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在这些地方还得再加一点这个就是远处一点的树。这个时候呢，我只需要在笔尖上蘸一点点山绿，它这个浓度的话哈，就比这里就要浅很多了，这是一个。另外从大小上来说的话，那也是就非常的。这个树，我要通过这个树把边上这一条给它挡住，就相当于就通过这树处理一下它们的关系，不要让这个瀑布完全的就跑上去了，哎，让它藏到这个树后面，以至于到最后轰云的时候藏到云后面。你看，我们只需要是吧？这个树这些，把这些石头也是把它压一下。真正留下来的其实就是一点，前面一点，这边都可以压一下。你看它这个是不是你会感觉到这里是最亮的，是吧？包括有些地方画了以后，可以点点台，这边也是点点台点然后把这里面也是要稍微点一点，我们将就基本上就调出什么？就调出这个跟它接近的颜色，差不多就是墨加山绿。我们在点的时候就要注意，通过这个点子，它代表什么？它代表山上的植被。但是又可以通过点子把这些块面和线条，稍微把它过渡一下，是吧？稍微点上两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这里面的线条这些都非常的怎么样呢？当时是为了把这个瀑布画出来，所以这里我都随便画几笔。这个时候如果就这样子，它显得比较粗糙。但如果我在里面点上一点点子，你们再看，这些线条呢，看不到了，是吧？就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个点子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包括也是这边也是这样子的，
哎，当时也是为了去把它衬出来，这边这里面都比较粗糙，把它点了以后，将就这个笔，将这个笔在这个也将就这个颜色哈，在这里面稍微点它一点，大的里面稍微点一点。这边也是稍微点上几点，啊，稍微点上几点，就是让别人感觉到，哎，我这里面我是有什么样呢？我不是说是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就是山，但由于云多了以后，只露出一点点这个山的那种感觉，是吧？上面呢，因为是比较远的了，也比较淡的了，上面就不管它了。上面本身我在画的时候就画的比较这个，里面就有点子的感觉。啊，把它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把这个水，现在水还没画完，是吧？想办法把水画一下。那基本上呢，这个构图啊，基本上就出来了哈。我们再把水画完。哎呀，看看画这个水。画水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调点颜色，两边的山石有多深，哎，中间的石头就有多深。现在我们这里需要画一块石头，这里都基本上是比较深的墨哈。啊，水中的石头呢，不要太多水分，所以说你看，把它刮得很干，刮得很干，干什么呢？大家看，我这里的这个桥，它这里为什么要修桥呢？那肯定是因为这里要是没有这些水的话，那我直接走过去了，是吧？哎，就是因为它是有桥，那就是为什么有桥呢？是因为下面有水。你看笔都很干，水中的石头。我一般都会把它画的比较怎么，就是说简单，但是一定是注意不要把它画成一块死墨啊，一定注意，说让它虚一点。哎，你看下面就让它虚一点。这个很简单哈，因为这个。没什么太大的这个空间，基本上就会让别人感觉到，哎，它就是几股水冲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画的比较复杂一点。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这边哎，我还是让它下面深一点点，因为这边很深，这边如果很浅，我两边不好搭石头。一点点。这边也是一样的，你把下面这些把它画的比较这个，哎，把它画的比较深，把下面画的比较深的话，我们下面这个水
基本上就可以那个显得更亮一点了。注意让它毛一点。其实后面就是一点点了，就是说，你看，我就把这个石头啊，这期就加的比较，加了一点那个石头上去哈，加完以后，有些地方将就这个鼻吧，给它点点抬，稍微点点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一点水的颜色，把笔洗干净，把那个笔上多余的水分都把它去掉以后。再留一点点，因为这边还有好多水要画啊。藤黄不，这个加点藤黄，太极蓝，胭脂。这时候边调边要去看，看你刚刚就是看我上次画的这个水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一定要跟它基本协调啊，这个很重要。你不要画了的时候，这边由于是不同时间画的，这边是这个绿一点的，那边又什么又黄一点的，这就不好画。可以适当柔和一点，加点水，加点白色，好，可以了。你看，我们调好以后，把笔刮干，刮干了以后，盘子你在盘子里啊打扁，打扁以后稍微扭一下，这样子就调出我们这个画水的非常好的这种效果。把这个水的感觉、水纹的感觉把它画出来。笔还稍微的干了一点，再加一点点。这里是在流水，但是这边这一点呢，争取让它这里你看凹进去的，正好有点小回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来洗东西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滩小回水，马上一会儿就要去把它我们把这里再调整一下，让它更厚重一点。